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10月8号啊。那么本来呢，我今天想休息一下的啊，因为现在也晚了嘛，差不多也晚上的7点多了啊。但是呢，我前面看了一个新闻，看了以后呢，我心里也感觉挺难受的啊，所以我就下楼来，坐在海边呢聊一聊。这个新闻呢，主要是讲有一艘走线船。他呢在塞尔维亚啊，然后呢要进入这个申根区吧，对吧？那么他就是在那个多瑙河翻掉了，翻掉了呢，上面有10个走线的人，一个呢就死了，9个呢受伤了啊。这10个人都是中国人啊。那么我想说的是呢，我是就坚决反对大家用走线的这种形式，就现在再跑到就是欧洲来的，因为我之前的很多视频也说了啊，就是全世界的这种移民政策都在向右转，欧洲这边啊，未来这个移民应该也会有很大的一种不确定性啊，具体这个后面我再讲。我现在想讲的是什么？就是如果就你真的是实在是要走线，要走这条路啊，那我也劝你就你等到夏天天热的时候，你再这样啊，你不然的话，你这个现在这个天冷了，你到这种晚上，因为他们都是晚上这种走线啊，怕人发现，你这个河里面就是掉进去，人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就是死去啊，就存活概率很低。而且像这种这么冷的天，人家也没法搜救你，对吧？所以就真的建议你还是不要走线啊。就你在这个年头，如果连一个那个就签证你也搞不出来的，那我觉得你就算到了欧洲啊，也很难。就是你说明你的先知先觉适应能力很差，就你可能要别人几倍的努力，你才能够留下来，对吧？更何况我接下来就要说了，就欧洲这个整体的移民政策向右转以后，大概率会发生什么，对吧？那么我昨天看到一个网友他也是我的观众，他也发了一个，他说法国的现在移民政策也变了，就可能原来有合法居留的人未来也会就是变成，其实意思也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很简单，就是他提高要求就行了，提高标准，你在续居留的时候，他不给你续就行了，对吧？所有的那种什么永居或者说短期的居留工作居留这些条件都是可以变的。就像英国和葡萄牙，现在他们入籍的时间也立刻就改变了，对吧？所以，除非你已经入籍就你已经加入他们的国籍很多年，不然的话，在我看来，在未来的话，都是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啊。那我接下来呢，我就讲一讲我也不太想讲的但是我觉得就现在真的还是很有必要因为我不想讲呢，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做移民中介的人，人家做这个生意的，对吧？就我总是说这些话，尽管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就像几个月以前我说全球欧洲它这个移民政策一定会向右转，当时很多移民中介就跑来喷我他就说你别胡扯了，我们都是来了多少多少年了，对吧？啊，但现在我想已经没有人会质疑全球的移民政策要向右转，对吧？那么我想讲呢，是因为我觉得真的就你看现在就有这些人他们选择错了，结果就死在路上，是吧？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我觉得能够帮助一个就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种福报，所以我还是想讲一讲就是我的判断。
那么我的判断呢，就是首先这个全球向右转的这个政策，移民政策，它绝对不是说短期的，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就现在只是开始，现在只是开始。而且呢，就所有之前有些人他会说出很多一些论调，对吧？他比如说，这些国家他们是不能够没有移民的因为本国人不愿意去干那些什么低端的劳动力的工作那么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就是这些国家他们要就是去除移民？大家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的分析过，还是只是拍一个脑袋，对吧？我仔细的看了很多很多关于移民的话题、移民的纪录片，有一个德国的纪录片它就是专门讲这个移民，就到了德国以后10年，就10年前这个移民跟10年后这些移民的生活的状况。就是德国它专门有一些社工，它就是会帮助一些去德国的移民，其实就很多是难民嘛，对吧？那么就帮助他们融入生活。那么还是有很多的移民，他们到现在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融入德国的生活。就那些社工到现在还在帮助他们，他们也没有工作语言也学不好，就他们考不出德国的 B1，可能只是简单的说一些对话，就已经10年了那么整个欧洲其实大部分的情况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其实整个移民很多人觉得移民说什么做低端劳动力的工作什么不能没有这些移民。其实他们你说创造出的税收什么，本身也是是他在这里赚的钱，就在这里赚的这个工资他交税，对吧？就并不是他自己口袋里变出来的钱他交的税。所以这个首先是一个先决条件并不是说就是这些移民他自己带来了财富，他创造出来财富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移民背后有着大量的成本投入这些成本投入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那些社工，他去这个不停的帮这些移民那么有一些是政府性的，有一些不是政府性的。那么政府性的这种，它其实都是工资跟人员的投入，对吧？就像会有一些那个人就会一直说他说什么这个移民手续现在是越来越慢了什么一批要批多少个月，多少时间？因为为什么？因为公务员的编制他们并没有变得更庞大。他不是说就是来了多少移民，然后我为了应对这个工作，就移民这些工作，我要重新再设置多少岗位？没有他们的就是这种编制预算大致是固定的，其实就是这些人加班加点额外的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呢，就是整个社会资源也是大量的其实被移民的占用，这个是事实我们必须就是要承认事实。就比如说那些游乐园，对吧？那你很多移民的人来了，他肯定要游乐园，他要去玩。那么公立的学校他们也要去读，像我们这边阿里坎特省前2天还出来一个新闻，就是公立学校资源严重不足，就教师资源就是因为移民太多了。其实有很多人他会有一种论调他说我是非盈利来到西班牙的，我是来消费的，对吧？他说我不是来抢工作的。但是不可否认的讲，很多人大家都是想来了5年以后能够去工作，或者说他们中介宣传的很多就是你来1年以后去转工作或者去转什么老板签或者说就是还是想着以后
能够得到这些社会福利啊什么东西的，对吧？这个是就从实际上来讲啊，我们也不要去自己骗自己啊。如果什么福利也没有，就未来什么好处都没有，那你怎么会来移民呢？所以就是不管是现在的移民还是之前的移民，就是其实可能你现在并没有，或者我现在并没有，就是说占用到他们什么资源，但可能之前的那些人他已经占用到了，对吧？就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体系，现在就是它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成本啊，就肯定是超过了他们的能力，然后导致了就是本地人的生活啊，就像那个巴塞罗那，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很多外来人来旅游。巴塞罗那是全球第二大，啊不是全球第二大，西班牙是全球第二大旅游国，但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一旅游城市。那么很多人来旅游，巴塞罗那经常市民啊，他们会去在街上游行，举牌子抗议，或者说他们拿那个水枪去喷游客，这个都是大家到网上去搜新闻都能搜得到的啊，我就不放新闻在这里面了。那些人还不是移民，只是游客，对吧？那只是游客，他们都要去这么反对，那么更何况你是移民，就长期的你要占用资源，因为游客只是短期的占用资源，对吧？所以说呢，啊，这个是一种事实，这种矛盾呢，也就到了现在，我觉得又随着经济不好啊，然后或者说美国也要全球征税啊，就欧洲这边又有那个俄乌战争啊，就反正就众多的因素就搞在一起吧。那如果说现在欧洲它出产很多东西，对吧？它如果说现在它很有那个商业上的这种竞争力，它向全世界啊，就比如说出产很多东西，它大量的需要工人，大量的需要劳动力，那么这个时候它是需要很多移民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些呃廉价的劳动力，其实很多的都是一些社会呃就是社会福利或者说社会服务的工作，对吧？你比如说清洁卫生的、扫地的，或者说呃这种什么陪老人的，对吧？啊，就是帮老人，比如说清洗啊，或者说就是那种什么砍树的啊，反正就是那种社会服务性工作，它本身其实并不产生很大的商业价值。那这些工作，其实你给他们本地人啊，你多一点收入给他们工资，他们也愿意干的，没有人不愿意干，对吧？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理由啊。那么现实的情况来讲呢，我认为啊，就接下来会有50%以上的移民会最终就是会离开这些国家啊。反正不管是通过他们自己去改变他们的移民的那些政策也好啊，或者说就是他最后这些移民可能，比如说我自己觉得待着，对吧？就整个社会的氛围，或者说工作机会也很少啊，反正就各种各样的情况，就到最后，我觉得就总体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在50%以上，那50%以上。而且我觉得就是实施的标准也不用很复杂，对吧？就很简单，就是你的未来啊，我看了，因为西班牙我现在不知道，西班牙现在还是纠结在这个50万的移民是否要合法化，然后左中右派现在在大战的情况，对吧？还没有出结果。但是我看了像法国啊、意大利啊、德国啊，或者说其他荷兰啊之类的，就大致就是未来你永居啊，你也是要看你的这个每年的缴税的情况的。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带来的收益是正向的，对吧？就是你缴的税是多于你获取的福利的啊，或者说，对吧？就是你的这个融入程度啊，你带来的这种经济收益啊，你带来的这种比如商业上的税收，你是做生意的，那都是大大的超过就是你所现在用到的福利资源的。那么这种啊，就是
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他们的底线标准，是底线，不是说是一个宽松啊，就是这个是最低的要求。其他的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要求，而且就是未来的像这种加入国籍啊什么这种政策，都会变得越来越严格啊，这个是趋势，对吧？因为，我们说什么自由民主啊，或者说他们的开放啊什么，如果他们自己本国人的就已经是他们国民的利益，他们也不去保障，他们也不去管啊，那他这个还有什么自由民主可言呢？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呢？对吧？所以这个道理，我觉得也是其实是很合理的啊。那么我觉得大家呢，所有的移民呢，大家就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啊，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就人有很多的活路，对吧？你不一定说一定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啊。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种大的局势下的变化，也不是我们个人就能够做出一些努力能够去改变的啊。但是真的如果变成了有这样的一天，我们现在迟早就心理上做一些呃预先的这种啊，打个预防针，对吧？那么你未来你心里面也会好过一点，也可以早做一些打算，对吧？但是你具体要我一条一条列出来啊，你说这个国家会有些什么政策，那个国家会有些什么政策，这个我也讲不出来，对吧？因为我只能说这种移民政策大的方向，对吧？就像一个股市啊，你说这个大盘，我能说它未来会指数会涨会跌，是吧？有没有到底啊？但是你说个股，你要我每个股都猜要涨要跌，除非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对吧？不然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个数值最少是50%以上，不是说全部包括我们华人啊什么中国人什么，就所有的啊，所有的只要是外来的这些移民，我觉得50%的以上，就他们可以参照这种，就是像美国川普的这种 H1B 的啊工作签的这种形式，就是只要精英。像川普这个就很直接了，就我带个头，我先带个头，对吧？只要钱到位，就你别跟我什么后面纳税啊什么东西的，你就直接 H1B 就$100,000，其他的什么金卡就是$100,000、$50,000，对吧？他就直接就是说是先以这个明码标价的，就这么先做出来啊。当然了，欧洲这边我认为稍微会好一点啊，因为欧洲这边还有牵扯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最近他们又在说啊，就是右派、极右派，对吧？这些行为啊，这些倡议的东西，除了啊，就是会针对这个移民啊，他也要针对女权啊，因为移民这个问题，说句实在的，就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就是现在你这个尤其是全球的这个方向是这样，所以左派他们也不好说，对吧？他们就转换话题，他们就说到啊女权，因为女权是大家很敏感一个东西，在欧洲特别敏感啊，欧洲对女权对小孩这个东西特别敏感，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未来啊，欧洲这边情况会比美国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美国它的川普的目标是100%啊，就是他心目中不合格的100%就要赶走。前两天不是又有一个什么中国人也死在了一个 ICE 的监狱里面嘛，对吧？就现在 ICE 反正就是放开抓，对吧？那欧洲这边呢，我觉得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未来什么就那种什么难民庇护走线这种，我真的劝大家真的不要把钱还有生命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这几乎就是不可能了，几乎就是不可能了啊！就是之前可能有50%的机会，就是你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但是现在可以说可能只有10%的机会。为了10%的机会，你还愿意就是放弃家人，花钱，然后就是冒这个风险嘛，对吗？别的机会多的是啊，啊。
但是其他的那些对于合法的移民，或者说就是拿着长居的移民来讲，未来的这种税收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也都是一种挑战也都是一种挑战反正这个是我现在就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吧。未来我也会再继续更新的我欢迎大家就是关注我我会定期的去更新关于移民的我的一些想法。谢谢。